器不趁手啊！停！若不是这枪头折了，那苏子信未必能接身。别我而已。苏子信出招狠辣，不讲武德，胜败就在一瞬。这苏子谢还真是有魄力。擂台比武，讲究的就是公平公正。既然我们准备的武器不好，那就换把趁手的武器，再战。魏霄，在，把我那把珍藏的枪取过来。是。最新战报，那燕州乔慈枪头被打掉了，还受了伤。受伤了，功夫好过呀！怎么？那小郎君最擅长使枪的，怎么还受伤了呢？怎么办呀？别着急呀，这不还没比完呢吗？再看看，再看看。伯公的枪。是魏家的希望。举枪。阿西，你要多加小心。阿姐放心，这次有了充足的防备，定会叫他心服口服。放心吧。小子可以的。小心！哎，比完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结果呢？胜了，胜了，燕州胜了，燕州胜了！是谁说的？不了，把钱拿来。输了吧？让你们看不起我们小郎君。都是你。哎呦，怎么赢了这么多呀？你们也不行啊！俊哥，你眼光真好，和我们小郎君。哎呀，不是我眼光好，是主公早就看好小郎君了，是他呀。
怪不得，南军眼光也不错。走走。哎，下次再压。燕州有事上。好功夫！小郎君厉害！小郎君厉害！擂台比试，点到为止。苏子燮，你暗藏凶器，暗中伤人，这就是你们武山国该有的教养啊！苏子燮，心术不正，取消接下来的比赛资格。魏侯明察，刀剑无眼，擂台上自然要全力相搏。只是我没料到规则不允许使用暗器，我自当无妨，没成想，竟害了小郎君。阿姐，魏侯，是我教导无方，子信他求胜心切，才在擂台上失了风度，但他本无心害人，还望魏侯莫要责怪。擂台比试难免磕碰，但我征战沙场多年，他是否是有心还是无意，我自然有分晓。苏子信此人心术不正，玉楼夫人若不严加管教的话，只会受其拖累。武山国已多年没有参加陆离大会，就算此次无功而返，相信家人也不会怪罪你们。魏侯，其实我此番前来，有事瞒你。家弟无状，让各位见笑了。但我姐弟此番前来奔赴盛会，并非为武山国争名。妾本是边州女君，先夫去后，边州新主难容先夫的旧部，逼得薛泰已自立门户。薛泰确实反了。哎，这陈庞啊，那是不容薛泰，他是压不住薛泰。除了绝郡，他大大小小也缺了不少地了。是啊，他独占绝郡，坐拥5万精兵。我此番是想为他谋个新主。我相信薛将军定能成就一番事业。原来这玉楼夫人背后另有靠山呐。薛泰追随了玉楼夫人，那要是娶了玉楼夫人，岂不就是白白得了几万兵马做嫁妆吗？对。魏侯，我并非有意瞒你，只是我身为边州女君，也有责任在身。薛将军他忠心耿耿，我不能弃之不顾。是，今日之事全是子信一人的错处，还望魏侯切莫怪罪阿姐。与谁交好，全凭玉楼夫人自己做主，我并不在意。过几日我要宴请君兄，你替我下旨，记得就为玉楼夫人也送上一份。奴明白。疼吗？姐夫，表兄，南君和表兄怎么来了？不是还要准备过几天的响会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表兄呢特别担心乔慈，所以我带他过来看看。哦，对。的确是我关心阿慈，而且只是我一个人关心。就是被刀划了一下，不严重。流了那么多血，还说不严重？今日打得过瘾极了，那枪很趁手，再来几个回合我也撑得住。稳重些。不过乔斯的武功真的不错，整个魏国也没几个像他使枪使得这么好的。哎。钟离啊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向阿慈请教请教啊？
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啊，真的。不过呢，如今你拿了李逵，过2天的围猎大赛也不必太拼，免得让你姐姐担心。还有几天后的响会，你作为燕州少主出席，务必要注意言行，明白吗？是，姐夫。南君表兄，这儿有我呢，你们放心吧。好，好好休息。今日在教场上，姐夫还站出来替我说话，看来姐夫还是疼我的。你姐夫这个人啊，就是面冷心热。阿姐真的满心都是姐夫，我不过说了1句姐夫的好话，阿姐就高兴成这样。不是我替他说话，你今日用的枪，是你姐夫兄长的兵器。魏延表兄，已故兄长，魏宝。真的？传说中这把枪，可是世间难得的稀罕物。这枪的做工如何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你姐夫愿意把他已故兄长的兵器拿出来给你用，是何等的认可你。你今日拿了李逵，切记不可骄傲，要日日勤勉。还有，响会上我叮嘱你的事，你还记得吧？看来此次陆逵是毫无悬念了。梁牙国现在是人才辈出，今非昔比呀！我等今日在此选拔陆逵、李逵，好不快意。何不趁此机会，再选一位花魁？哎，说起这花中魁首，当初牡丹呐，臣想好福气啊！不怪他兴建玉楼，能得佳人相伴，夜夜笙歌，是何等幸事啊！啊，幸事！玉楼夫人貌美，魏侯夫人娇艳，诸位若有心选美，不可偏颇。魏侯到。魏侯与君。诸位请坐。谢魏侯。来。诸位州牧，今日我主魏侯不仅要宴请大家，还给各位准备了礼物，劳烦诸位，请走看看去。这是各州舆图。哎呀，诸位请看，这是魏国新修的水渠，从盘邑通往龙郡。一路引水，不仅解决了旱地之渴，还开通了3城贸易，让更多的货物得以流通，真是一举3得呀！是个大工程，这可是件好事。是啊，原来魏侯设宴不过是想向众人炫耀罢了。非也，今日是为了商议与各州牧如何共享水源。此话怎讲？修渠的甜头，魏国尝到了。但魏某不想独享，所以举办这入离大会，还要把美食美酒拿出来，就是要告知各位，只有风调雨顺，才能国泰民安。魏侯的意思，让我们也修渠？
不错。我想将这永明渠通向四方，把中原大小河流全部连接起来，这样就能长久解决干旱，解决百姓之苦。中原大部分战乱都是因为争夺水源而起，百姓民不聊生。之前我去排驿盘查永明渠的时候，就亲眼目睹了灾民们衣不蔽体、风餐露宿。我们这些身居高位者，如果不想着如何替百姓解决疾苦，每日只想着逐鹿寻乐，那他日定会自食恶果。不错呀，这几年干旱，燕州百姓怨声载道，我早就想向魏国取经了。只要魏侯能如约饮水，入耀州即可。这么乍一听，倒也是可行的。确实可以啊。不知梁牙王意下如何？我不同意。为何？魏侯不过想借修渠一事，钳制各方兵力罢了。我为何要答应？为表诚意，我会调遣兵马，前往各州协助修渠。魏侯调兵修渠，目的究竟是调兵还是修渠？是啊，这一旦水渠贯通，其他州的兵马便经由水路直达我耀州腹地，届时该如何抵挡啊？是吧？对呀，对，有道理啊。这修渠一事还有待商榷。没错没错。诸位多虑了。通渠的益处，并非是各州之间的路程，而是百姓的生计和一方安宁。10几年前，燕州也是靠天吃饭，收成多少，全看运气。祖父当初要通渠时，燕州百姓也不愿配合，他四处游说，自己亲自下地开渠，直到通了第一条河之后，百姓们才逐渐理解。最近我主魏侯重建永明渠，燕州与魏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繁多，燕州也变得富足了许多，这才是通渠的最大益处。夫人这番话，代表的是魏国，还是燕州呢？我既是魏家妇，也是乔家女。女君既是魏家妇，当然是为夫家说话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对。那我能否代表燕州？你，小郎君虽然年少，却是燕州少主，的确可以。燕州自古少水，近3年更甚，河道干涸，庄稼干枯。据我所知，每年都有数万百姓因为饥饿而流离失所。燕州为何不肯修渠？陶州地势低洼，常年发生洪涝，被百姓称为涝州。每逢灾年，百姓便结伴出去乞讨，等来年再重回故里。如此，他们都不肯抛弃家园、周牧，又如何忍心弃之不顾？众州百姓勤苦能干，每年生产大量的瓜果和绢帛，但又因地形复杂，导致商路不通，不得不靠人力翻山越岭，以此送出。每年有多少人因此而丧命？如此情况，众州为何也不肯修渠？14年前，乔魏两家结下血海深仇。魏侯曾立誓要诛灭乔族，而如今又为何毅然决定与我乔家结亲？因为魏侯深知魏国百姓苦水患久矣，魏侯为了修渠，甚至能放下仇恨。如此胸襟与气度，尔等何须担忧？少主所言极是，我燕州同意修渠。我众州的人多，兴许可以多出一些人力。我耀州可以出一些钱财。我陶州也同意修渠。魏国煞费苦心举办陆离大会，又不惜搬出小舅子来游说，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将各州收编麾下罢了。
诸位愿守魏国前制，而我却不能。刘某今日便立下誓言，只要我在位一日，便绝不可能听旁人号令。魏侯通衢，并非为一己私利。我愿去信，劝说薛泰，请他出手相帮。多谢诸位对魏某的信任，为表诚意，也为了尽快修曲，我会调遣10万精兵和10数位治水督工，协助各州修曲。